所以今天我要 review 的就是一辆 EG6。好的，大家，所以今天我就来 review 一辆 EG6。所以在我开始之前，我就来先讲讲这辆车的历史吧。这辆车车主想当年他买的时候是33千，他拿了车不到1个小时以内，引擎就炸了。然后过后车主就没办法，就再换过一粒新的引擎，所以那边他也大概花了一个6000。然后除了单单换引擎之外，他也趁机来改装一下那引擎，所以在改装方面，车主也另外花了一个大概16千左右。改了16千之后，很不幸的就有一次拿出来驾的时候，就机油有问题，就是 oil press 出了问题，然后引擎又再次炸了。过后车主也真的很不甘心，之后他又再拿了一大笔钱出来，再次重做重改。然后这一次车主又花了大概一个马币23千左右。又因为这样，车主已经花了很多钱，所以做好了之后，车主就有一点心急，然后还没有把车给 run in 好，就拿去 dyno 了出来过后，他就驾了不到300公里，那个引擎又再次炸掉了，所以就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坏了3次引擎，所以车主当时的心也很累，精神也很累，因为花了蛮多钱，但是车还是有问题。但是车主并没有放弃过，他又再次花了一个4000块，再次把这个 EG 给修复起来。修复好了过后，车主又再花多了一个7000块来再次的改，然后车主这次就好好的耐心的把这辆车给好好的 run in 了之后，才拿去 dyno。然后这次 dyno 的时候，车主也跟那个帮他设定车的人也讲了，那辆车能够去到多少，我们把它拉回一个20%，就是把这辆车设定在它的80%的潜能而已，没有100%给发挥出来，因为要留一点 margin 给这辆车，所以它还有一个20%的 tolerance， 所以它会炸引擎或者会坏的%数也没那么高，因为我们没有用完它零件的所有的潜能。车主本来是打算把这辆车改好了要拿去Sepang玩的，但是因为一直改了再改，改了丢了很多钱在这辆车，所以车主暂时也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现在是打算把这辆车做的美拿来做个收藏，跟平时周末拿出来驾而已。但是你们不要觉得车主已经放弃了Sepang的梦想，因为以我所知道的，车主现在正在找着另外一部车，正准备要拿去Sepang玩的。所以这个车主目前为止已经在这辆车花上了整百千马币来修跟改，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玩车不死的精神。所以现在就先让我们看看它的引擎室内的东西。所以车主目前用着的是一套 B18C Type R 的引擎，所以这个引擎是从 DC2 Type R 的车身拿出来的。至于牙箱方面，现在我所知道车主跟我讲是还是用这原装的牙箱的 ratio， 暂时 ratio 全部还没更换。然后很明显的就是这个 throttle body 已经换上了 S90 的 throttle body， 还有用上了 Elder Block 的 intake manifold。所以如果你们是有玩 Honda 车的人你们可以在以下的留言让我知道为什么很多玩 Honda 的人都很想用 Elder Block 的 intake manifold， 这个是我不是很明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有玩 Honda 的话，请给我知道一下。然后车主也用上了 Hesport 的 engine mounting， 所以这些全部都不便宜哦。这里引擎里面用这的 cam 是一套 DTR 的 cam， 所以它是暂时用这302，所以这个是我相信今天是我第一次驾一辆拥有这样高的度数的 cam 的车。然后这辆 EG 目前也搭配了10的Circuit Master 的避震器，所以这个避震器我相信在路上驾会蛮跳一下，但是如果我们讲如果是高速或者在Sepang玩的话，应该是感觉会很好吧。外观方面的话，这辆 EG 在用着的它的车头盖跟它的 fender 都是纯粹的 carbon fiber， 我觉得车如果用上 carbon fiber 的东西的话，都会蛮帅的感觉。虽然这辆 EG 看起来外观蛮普通，但是我本身蛮喜欢它的做法，因为它有那种看就是一样的 Civic 的感觉。好了，我本身也不是什么 Honda 的专业人士，所以我也不要继续讲太过多东西，因为我本身不是很熟，所以还是别讲那么多比较好。所以现在我就很迫不及待的要出去测试这辆车，希望我在车里面讲的东西你们听得到吧？因为这辆车我觉得是应该会蛮吵一下。
驾完了这辆 EG。刚才在我驾的时候我没什么讲话，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讲的话，大家也应该没什么听得到，因为这辆车是蛮潮的。所以今天开了这个 EG 过后，我觉得我开始喜欢 Honda 的车，因为之前也开过那辆 S200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 Honda 的车的评论都蛮高。这辆车虽然它用的蛮高的 cam， 但是驾起来并没有那种怪，比如低转会没有力啊，没有 torque 之类，这辆都蛮好，它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而且虽然这个避震器是给赛道专用，但是刚才我们在路上这样开都还好，它还能够承受那些路面的凹凸不平，所以它还能够 absorb 掉那些 bump， 所以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combination， 所以开起来不会讲到好像那些我特别做给赛道专用的车在马路上开很难开很跳，这辆都不会给你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车主虽然是曾经做这辆车做的心很累，但是我觉得这个最终的完成品是蛮不错的，那个 level 都做得蛮高。因为我很少会驾了一辆车，我会觉得讲我想要一台，所以目前为止我驾了一个 S2000，那个绝对不要讲，我很喜欢。然后驾了这台 EG 过后，我也是觉得蛮不错，可以考虑的一辆车。我从一个一路来不什么理会 VTEC 的人，到现在开始觉得 VTEC 蛮不错一下。OK， 所以废话不多说，这一集就到此为止。所以我们会再机会跟车主安排看，如果我们有一些那种小小的 track day， 可能可以安排这辆车过去驾看到底赛道是如何。好了，这一集就到此为止。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的话，请记得给他一个赞，也别忘了把你们的留言留下以下留言箱里，也别忘了把这一集给分享出去，还有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们下一集再见。